1947年，英国海军在北海引爆了6800吨二战遗留下来的军火，一声巨响震动了整片海域，整座小岛几乎被彻底炸毁。这次行动后来被称为大爆炸行动。表面上，这只是为了摧毁当年纳粹修建的一座海军基地，那座基地位于北海一块孤零零的岩石岛上，多年来一直被当作战争遗迹处理。但后来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那次爆炸毁掉的不只是一个纳粹基地呢？如果在那座岛下面还隐藏着某种更加古老、更加重要的遗迹呢？甚至有人认为，那座被炸毁的岛并不仅仅是一座军事要塞，它很可能曾经是亚特兰蒂斯文明留下的一部分遗迹。今天，这个地方被称为赫利格兰岛。这次行动后来被称为大爆炸行动。纳粹德国时期，党卫队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同时也是一个名为祖先遗产研究协会的组织负责人。他一直痴迷于寻找所谓远古雅利安文明的起源。在他的理论里，亚特兰蒂斯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很可能和日耳曼民族有关。于是希姆莱命令这个研究组织开始调查赫利格兰岛，他希望在那里找到任何能与柏拉图描述相吻合的证据，无论是疗愈泉水、古老遗迹，还是沉默的建筑。一些潜水员后来声称，他们在附近一处名叫斯坦格兰德的海底礁石区发现了异常的结构。据说他们看到过像石质地面一样的平面，类似墙壁的轮廓，甚至还有疑似地下空间的入口。有资料称，希姆莱认为赫利格兰岛过去的面积可能比现在大5到6倍，而那座失落的城市也许仍然沉在海底。战争结束后，一位名叫尤尔根斯潘努特的牧师兼考古学者继续研究这个理论。他曾是纳粹党成员，并坚信赫利格兰岛曾经属于亚特兰蒂斯的一部分。在他的理论里，亚特兰蒂斯居民甚至可能是日耳曼民族的祖先。斯潘努特还提出，柏拉图描述的那座环形城市或许就位于赫利格兰岛附近的一块古老陆地，他称之为巴萨拉。他还把亚特兰蒂斯与历史上的海上民族联系在一起。大约公元前1200年，埃及的记录中曾提到这些神秘的海上战士，他们袭击了地中海沿岸的多个文明。在那些壁画中，一些战士手持圆盾，头戴带角的头盔。为了让时间线更加合理，斯潘努特甚至重新解释了柏拉图给出的年代。柏拉图说，亚特兰蒂斯是在梭伦听到这个故事的9000年前毁灭的，但斯潘努特认为这里的年其实指的是月。如果按这个计算，灾难的时间大约会落在公元前1230年左右。他还提出一种大胆的假说，北海曾经遭遇过一颗彗星撞击。在他的推测中，这场灾难摧毁了北海的文明，而幸存者则成为后来袭击地中海的海上民族。为了证明这一点，斯潘努特组织潜水队在赫利格兰岛周围海域进行调查。他说，他们在海底发现了石墙碎片、铺石地面以及类似船锚的石块。潜水员还报告说，他们看到过白色、红色和黑色的石头，而柏拉图正好提到亚特兰蒂斯建筑使用的就是这3种颜色的石材。斯潘努特甚至认为赫利格兰岛盛产的琥珀，一种由树脂化石形成的金色矿物，可能就是柏拉图提到的神秘金属奥里哈鲁康。他还把当地的一位古老神祇与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联系在一起，并猜测这里曾经存在过一座供奉海神的神庙。在他的理论里，一切都能对得上北方青铜剑、带角头盔、埃及壁画上的战士，以及海底那些被认为是遗迹的石块。他相信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早已被遗忘的北海文明。然而1947年4月18日，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这一切。那一天，英国工程兵在赫利格兰岛的潜艇基地里引爆了大量二战遗留下来的军火，超过9000枚深水炸弹、4000枚鱼雷弹头以及数万枚炮弹同时被引爆。爆炸在岛上炸出一个巨大的坑洞，并彻底摧毁了岛屿南端的一大片区域。官方说，这象征着纳粹军事力量的终结，但也有人怀疑，那次爆炸毁掉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基地。如果赫利格兰岛附近真的存在某种远古遗迹，那么那一天他们也许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如果亚特兰蒂斯真的存在过，它最后留下的痕迹也许就在那场巨大的爆炸中消失在盐雾与碎石之中。而关于亚特兰蒂斯的谜团并没有因此结束。15世纪时，葡萄牙探险者抵达了大西洋中的亚速尔群岛最北端的一座岛屿。在那里，一处狂风呼啸的火山悬崖上，人们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东西，一尊巨大的石像。整尊雕像由一整块石头雕刻而成，
造型是一名披着斗篷的人骑在马上，他没有马鞍，一只手抓着马鬃，另一只手则高举着，食指直指大海深处。在雕像下方的岩石上还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水手们试图抄录这些文字，但它们已经风化得太严重，几乎无法辨认。后来国王命人把雕像运回里斯本研究，但在搬运途中雕像被摔碎了，头部、手臂、马头都被分开运走，最终存放在皇家宝库里。然而不久之后，这些碎片也神秘消失了，唯一留下的只是一幅当年的绘图和几份文字记录。1567年，历史学家达米安·德戈伊什在他的编年史中详细描述了这尊雕像的发现。大约200年后，一场猛烈的风暴再次揭开了一个谜团。亚速尔群岛海岸的一处石缝中，人们发现了一座古老建筑的残骸，在那里，一个黑色陶罐里装满了古代硬币，其中既有希腊金币，也有北非铜币。这说明在葡萄牙探险者到来之前很久，地中海的水手就已经穿越赫拉克勒斯之柱，航行到这片距离欧洲800多英里的大西洋岛屿。这一发现让一些人开始产生新的猜想，那尊雕像伸出的手指也许并不仅仅是在简单的指向远方，它更像是在引导方向。或许古代的腓尼基人早就知道，在遥远的西方还存在另一片土地。古代作家狄奥多罗斯就曾讲过一个故事，腓尼基水手知道一座绿色而肥沃的岛屿，他们把这个地方当作秘密据点，一旦自己的帝国崩溃，就可以把那里当成最后的避难所。于是问题也随之出现，那尊石像究竟在指向哪里？是在指向那片神秘的岛屿？是在指向美洲大陆？还是在指向一个更加古老、更加神秘的地方——亚特兰蒂斯？几个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和神秘学研究者一直猜测，亚速尔群岛可能正是某个失落文明留下的最后山峰。这些岛屿从大西洋中脊上升起，而柏拉图描述亚特兰蒂斯的位置也正是在赫拉克勒斯之柱之外的大西洋。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古地图甚至把亚速尔群岛标注为极乐群岛，这个名字似乎呼应着一个古老的传说，一座巨大的岛屿沉入海底，只留下零散的山峰露出海面。从地理结构上看，这个猜想似乎也有几分道理。在这些岛屿周围，海底分布着一大片广阔的水下高原，看起来就像曾经有一整块陆地存在过，后来沉入海中，只剩下这些山峰露出海面。海底火山、地震以及不断移动的板块多次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地貌，也让亚速尔群岛可能是沉没大陆山顶的想法显得更加诱人。而群岛上的其他地方也留下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线索。在圣米格尔岛的一座洞穴里，人们曾经发现过一卷刻着希伯来文字的古老卷轴。2013年，一次海底声呐扫描在圣米格尔岛和特塞拉岛之间发现了一样令人震惊的东西，一座可能存在的水下金字塔，它的顶部距离海面只有大约12米，也就是说，这个巨大的结构就静静躺在海面之下不远的地方。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那尊沉默的骑士雕像以及那些神秘的刻字？那个人究竟是谁？是一位迦太基水手，一名腓尼基探险者，还是某个更加古老文明留下的石头守卫者，甚至可能与亚特兰蒂斯有关？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很久很久以前，确实有人站在他们所认知世界的边缘，举起手指指向未知的方向。而关于亚特兰蒂斯，还有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谜团，那些消失的文字。假如关于亚特兰蒂斯最后的线索其实曾经被完整写下来过，只是后来在历史中消失了呢？关于亚特兰蒂斯的故事据说已经有9000多年的历史，而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最早记录来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2部对话录《地迈欧》和《克里提亚》。在这些文字中，柏拉图描述了一个辉煌而强大的帝国，它拥有令人惊叹的力量和技术，但最终却在一场灾难中突然崩塌。不过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克里提亚这部作品其实在一句话中间突然结束。当宙斯召集众神准备审判亚特兰蒂斯时，文本的最后一句写道，当他把众神召集在一起之后，他这样说道，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柏拉图只是没有把故事写完，但这种解释其实并不太合理，因为在写完克里提亚之后，柏拉图至少又活了10多年，而且还完成了一部规模巨大的著作《法律》，整整12卷。另外，我们今天看到的克里提亚文本是抄写在纸草纸上的，而这种材料通常只用于最终版本，
在此之前的草稿一般写在蜡板上，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很可能本来就是一份完整版本的抄本。那么为什么故事会突然在中间结束？最简单的解释其实是结尾丢失了。在古代，书籍全部依靠手工抄写，如果哪一页丢失了，比如卷轴最后一页掉落，那么整段故事就可能永远消失。历史学家也指出，在将近500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古代作者说克里提亚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也没有人抱怨它缺少结尾。这说明最初的版本很可能确实是完整的，而且文本中还有一些更明显的线索，暗示着确实有内容已经缺失。克里提亚曾经承诺要讲述一场伟大的战争，雅典与亚特兰蒂斯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据说来自埃及神庙保存的古老记录，而柏拉图的祖先梭伦曾经亲眼见过这些记载，但在我们今天能读到的文本里，这场战争从来没有出现，没有战斗，没有演说，没有决战，只有一连串铺垫，然后突然结束，一片沉默。更奇怪的是，柏拉图似乎原本打算把亚特兰蒂斯的故事写成3部曲，第一部《地迈欧》讲述宇宙的起源，并首次提到亚特兰蒂斯；第2部《克里提亚》描述亚特兰蒂斯最辉煌的时期，以及它如何逐渐走向腐败；而第3部对话录据说名为《赫尔摩克拉底》，但这第3部作品从未被发现，没有人知道它原本要讲什么。但一些学者猜测，它很可能讲述了亚特兰蒂斯最终毁灭的过程，甚至可能包含关于它真实位置的关键线索。如果克里提亚和赫尔摩克拉底在古代确实存在过完整版本，那么他们也许只是随着时间流逝被遗失在历史之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某个地方，一座废墟图书馆，一个被遗忘的洞穴，或者埋藏在历史尘埃之下的古老遗址里，亚特兰蒂斯故事的最后一章也许仍然在等待被人发现。而下一个线索也许就来自一个被称为埃及之柱的地方。在尼罗河三角洲西缘古城塞斯的废墟中，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人们说，在那里曾经有一座供奉女神奈伊特的神庙。更神秘的是，有人认为很久以前关于亚特兰蒂斯的故事就被刻在那里的石柱上。那不是神话，而是一段历史，一段甚至早于希腊文明记录的历史。大多数人都知道亚特兰蒂斯的故事来自柏拉图，他说这个故事是从希腊政治家梭伦那里听来的，而梭伦则是从埃及祭司那里听到的。但事情似乎并没有就此结束。大约100年后，一位名叫克兰托的希腊学者专门前往埃及，想寻找更多证据。他声称自己看到了一些惊人的东西。我们今天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公元5世纪的一位作家普罗克洛斯引用了克兰托的记载。根据普罗克洛斯的说法，克兰托不仅重复了柏拉图的故事，还进一步验证了它。克兰托说，在奈伊特神庙里仍然矗立着一些石柱，上面刻着象形文字，而这些文字讲述的正是柏拉图提到的亚特兰蒂斯历史。如果这些石柱真的存在，那它们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记录。也就是说，埃及人也许一直把亚特兰蒂斯的历史保存在神庙里。克兰托甚至认为柏拉图讲的不是神话，而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但接下来线索突然中断了，克兰托自己的著作早已失传，我们今天只剩下普罗克洛斯的摘要记录。这也让人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也许亚特兰蒂斯的故事最初确实来自石刻记录，只不过这些记录后来消失了。那么那些石柱后来发生了什么？奈伊特神庙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毁，石块被拆走再利用。也许那些刻着故事的石柱早已在火灾、洪水或者战争中消失。无论当年埃及祭司给克兰托看过什么，很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当然，现代学者也提出了很多质疑。有人认为普罗克洛斯是在柏拉图之后将近800年才写下这些内容，期间可能出现了误解。克兰托也许过于相信埃及祭司的话，甚至可能用希腊人的视角去解读埃及文字，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东西。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无法回避，为什么这么多人，梭伦、柏拉图、克兰托，还有后来记录这些故事的人都反复提到同一个细节？如果这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他们为什么会如此认真地对待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把亚特兰蒂斯当作传说。2000多年过去了，这个故事似乎只是神话中的一个谜团，直到一次意外的发现，让事情再次变得复杂起来。在西西里岛附近的海底，一艘沉船被发现，船
船上有一些奇怪的金属锭，乍看之下，它们只是普通的古代金属，但对历史学家来说，它们却可能指向一个更令人兴奋的线索，一种只存在于神话中的金属。柏拉图曾提到一种神秘金属，叫做奥里哈鲁康。据说这种金属曾经覆盖在亚特兰蒂斯神庙的墙壁上，闪耀着接近黄金的光芒。在柏拉图的描述里，它不仅代表财富，更象征着一个高度发达文明的力量与知识。那么，这些沉船中的金属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奥里哈鲁康？科学测试显示，这些金属主要由铜和锌组成，还含有少量镍、铅和铁。换句话说，它其实是一种黄铜合金，而这种合金在古希腊和柏拉图的时代并不常见。乍一看，这似乎很符合柏拉图对那种金属的描述，但问题在于时间线。这些金属锭来自公元前6世纪，比柏拉图所说亚特兰蒂斯毁灭的时间晚了太多。不过，这个发现仍然说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古代人制造复杂合金的技术可能比历史学家过去认为的要早得多。这也重新引发了关于奥里哈鲁康到底是什么的讨论，以及它是否能帮助我们找到亚特兰蒂斯的位置。一些研究者，比如埃维斯，认为这种金属可能来自西班牙南部塔尔特索斯附近的古代铜矿。他们推测，奥里哈鲁康可能是一种在那里制造的特殊合金，而这个地区在青铜时代曾经是大西洋沿岸一个强大的文明中心。另一种理论来自德国考古学家尤尔根斯潘努特，他认为所谓的奥里哈鲁康其实并不是金属，而是琥珀。他把这种说法与北海的赫利格兰岛联系在一起，因为那里曾经大量出产琥珀。当然，还有更加大胆的猜测。巴西物理学家米科马拉维斯甚至提出，奥里哈鲁康可能来自南美洲秘鲁的古代文明。他进一步推测，亚特兰蒂斯也许并不在大西洋，而是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如果亚特兰蒂斯真的存在，如果奥里哈鲁康真的是让那座城市闪耀的金属，那么只要找到一件真正符合柏拉图描述的样本，在正确的年代用正确的方式制造，那就不仅仅是证明一个传说，而可能成为找到那个失落世界的关键线索。就像一条被遗落的面包屑，最终把人引向消失的文明。